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玲 Vivian。之前去日本旅游，在银座吃到非常好吃的酥皮鲷鱼烧，小朋友一直吵着说好想吃哦。今天就来做这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酥皮鲷鱼烧。有鲷鱼烧模具的朋友呢，可以跟我一起试做看看；没有模具的呢，就单纯试吃。至少看完之后，你可以跟朋友说，你知道在家怎么样轻松做酥皮鲷鱼烧。那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首先就是鲷鱼烧的模具，另外就是主角酥皮。酥皮可以用自制的哦。懒得自制的就用市售现成的冷冻酥皮，就是做酥皮浓汤的酥皮哦，超市都买得到。因为冷冻酥皮很容易酸败，要制作之前拿出来回温就可以。我买的这酥皮呢，大概一半就是可以覆盖一只鱼哦，所以对切呢就刚好是鲷鱼烧的上下两面。因为大家的鲷鱼烧模具的品牌呢都不是相同的，所以原则上呢是要可以覆盖你的模具。大家就自行裁切成适当的大小咯，就是一片呢要刚好超过鲷鱼的形状。我的鲷鱼烧模具呢是日本 Vitatonio 的，俗称小 V，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台机器哦。但是也不是非得这个厂牌的，其他厂牌的鲷鱼烧模具也行哦。我刚刚之前有提到，对切一半呢刚刚好就是覆盖整只鲷鱼的大小，所以我先把酥皮对切。中间的馅料呢，我放的是蜜红豆馅哦。蜜红豆馅的做法呢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影片的分享哦。那懒得自己自制的朋友呢，可以买市售的蜜红豆罐头，有很多现成的蜜红豆罐头也是很好吃的。不过自制真的很简单，还是建议大家自制。中间的馅料除了蜜红豆以外呢，我还夹了韩式的年糕哦。一样自制韩式年糕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影片的分享，也很简单哦。当然用市售现成也行。鲷鱼烧的机器呢，做第一个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先不加热哦，这样子才不会手忙脚乱。先放上第一片的派皮，因为冰箱拿出来稍微软化了一下哦，但是还是有点硬度，我们就稍微的按压一下，让它尽量贴紧模具的底部哦，这样子等一下的纹路会比较漂亮。但是也要特别注意哦，派皮不要软化过度咯，太软了反而很难操作，刚刚好就可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，稍微的压一下。接着放入蜜红豆的馅料，其实我有分享过蜜绿豆啦、蜜花生啊、蜜薏仁都可以当做馅料哦。也可以找一下我频道里面分享的卡士达酱，搭配起来也非常的好吃。馅料上方呢，再放上韩国年糕，上方呢再放上另外一片酥皮。如果不想放韩式年糕的话，也可以放不同风味的台式年糕哦，甚至也可以放入汤圆哦。我试过，效果都很不错哦。不过如果是放汤圆的话，时间就要拉长一些哦。表面的部分呢，可以什么都不加，就是原味的哦，或是也可以加上黑白芝麻增添香气，加点砂糖，就是焦糖风味的哦。这个口味我特别喜欢。盖上盖子之后呢，我们就开机开始热压它。刚才提到过，前段不用预热，机器合上之后呢，就开始加热计时。大约4到6分钟就可以金黄酥脆了。想要酥皮更酥脆更金黄呢，甚至可以加热到8到10分钟都可以哦。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要提醒大家，加热大概2分多钟后呢，就要用这个厨房餐巾纸来吸旁边释出的油哦，因为酥皮真的很油。不过这个吸油的动作蛮好的，因为吸过油之后呢，吃起来会少点罪恶感。你看看，真的非常的酥脆。
反正就记得想要非常非常的金黄酥脆，就是给它多加热一下下咯，然后记得3不5时的帮烤盘吸一下油。超级酥脆好吃的酥皮鲷鱼烧大成功，真心认真觉得我可以开店了。Looking back, I can see it's all clear. I'm still a kid trying to act like they all taught me, but nothing makes sense anymore. Oh, it hurts to grow up.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啦！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To grow up, 'cause nothing makes sense.